补充 Q10 到底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Q10 呢，因为它本身还能够产生氧化还原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当做一种抗氧化剂来清除身体的自由基，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前几天呢，在电视访谈的时候有聊到一个累就很累，疲累的累。有一些来宾说，他们吃 Q10 可以减少这种疲累感，他都用 Q10 来补充体力。除了补充体力以外 ，Q10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健康上的好处？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邱医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补充 Q10 的习惯？有的人呢，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没有吃 Q10 的人，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0。让我们知道一下说，有多少人经常使用 Q10 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是 Q10。其实 Q10 应该讲 CoQ10，CoQ10 就是 Coenzyme Q10，Coenzyme 就是辅酶，就是帮助我们身体产生很多生化作用的一个辅助的酵素，叫辅酶。我们的细胞里面有粒线体，粒线体的内膜上面呢有电子传递链，帮助我们制造 ATP。这个里面有5个复合物是电子传递链要经过的地方，其中1、2、3个复合物呢，上面要电子传递链的时候，必须要有 CoQ10 的辅助，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也就是说，才能够让你顺利的产生你身体所需要的 ATP 能量来运用。所以我们常讲说，粒线体就是我们细胞当中的燃烧的锅炉，制造能量的地方啦。当然，我们身体还有很多辅酶，像乙烯辅酶 A 就是辅酶，还有什么 NADPH 跟 FAD 这些辅酶，反正大家都知道，辅酶就是辅助的酵素啦。Q10 呢，因为它本身还能够产生氧化还原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当做一种抗氧化剂来清除身体的自由基，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帮助。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的人体细胞退化以后粒线体制造 ATP 的这个能力就变差了嘛。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能量不足，体能下降，容易疲劳。如果你补充 Q10 呢，可能可以这个让电子传递链进行得更顺利，你就会觉得制造 ATP 的能力提升了，身体好像就会感觉到活力增加，消除疲劳，是这样的原因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文献怎么说这个2022年发表在药理学前沿 Frontier of Pharmacology 里面有一篇随机对照研究的统合分析证据力很强的一个论文，因为它收集的全部都是随机对照的研究我觉得这个很有参考价值。它的题目是辅酶 Q10 补充剂缓解疲劳的有效性，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回顾与荟萃分析。它的重点就是第一个，这篇论文收纳了3个随机对照的实验，总共呢有1126个人。结论有几个？第一个， CoQ10 相较于安慰剂呢，的确是可以协助降低疲劳的分数而且呢，剂量越高，补充时间越长呢，改善疲劳的效果就越明显，很有效。在介入的602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也就是你吃 CoQ10，你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副作用。其中只有一例看到肠胃有点不舒服，所以整体看起来安全性非常的高。除了这边以外还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而这些相关的研究除了疲劳以外还有针对心脏衰竭的辅助治疗啦、偏头痛的预防啦，或者血压的改善、代谢指标的改善这些研究。邱医师就不一一的念出这篇论文的名称跟发表的期刊，我主要把它的结论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有关心脏衰竭的研究发现说，补充 Q10 可以降低全死因的死亡率，增加左心室的收缩力，所以它对心脏衰竭的辅助治疗有实质的价值啦。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而不吃药吧，不能当做第一线的治疗。第二个，在有关偏头痛的研究发现说，补充 Q10 呢可以减少头痛持续的时间，减少头痛发作的天数，但是对于头痛强度的降低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是还是有点帮助所以可以当做偏头痛的预防的辅助的治疗。第三个，有关血压跟心脏代谢的研究发现说，补充 Q10 可以降低收缩压，而且跟剂量的大小有关，剂量高一点降低的血压比较多。虽然如此，它的效果很轻，还是不能取代药物。第四个，有关降血脂药物 Statin 对肌肉副作用的研究发现说补充 Q10 没有办法显著改善药物对肌肉产生的副作用，但是呢，新的发现却认为说可能可以改善，所以这个证据是互相矛盾可能还在进一步研究。第五个， Q10 的副作用跟安全性刚刚有稍微提到常见的副作用还是以肠胃方面的居多，例如恶心拉肚子，其他的像头痛失眠，但是发生率非常的低。第六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补充 Q10 呢可能会跟你正在服用的药物产生交互作用，这个一定要注意最常见的是有些人正在服用抗凝剂，像 Warfarin， 你吃 Q10 呢可能会降低 Warfarin 的这个抗凝血的效果。再来就是刚才提到可能会有一点轻微的降血压的效果，所以如果你正在吃降血压的药物呢，可能会使血压降得更低，让你容易产生低血压的症状补充 Q10 到底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第一个你不要把 Q10 当成万用的保健品，不要说一类就吃 Q10， 有些人甚至认为说它可以抗老化啦，什么延长寿命或者运动员说可以吃这个来提升运动表现，其实这些作用的证据
力都不足。第二点呢，对某些特定族群可能有帮助，例如说慢性疲劳的人、心脏衰竭的人，或者有偏头痛的人。但是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呢，你吃 Q10 呢，作用并不明显哈。第三点呢，就是吃 Q10 的剂量很重要。有些统合分析发现说，吃 Q10 的剂量提高以后，效果会更好。所以啊 ，Q10 是一个对特定族群有帮助的辅助补充品，但是并不适合所有人长期来使用。好，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呢对你有所帮助。下回啊，邱医师再跟大家谈谈吃 Q10 对于慢性疲劳的改善有帮助，可是呢当中有一个隐忧，这个隐忧啊就是它会让你吃了 Q10 以后疲劳改善，你以为症状消除就没事了，万一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疾病或者更大的问题，导致你忽略了这个疾病的进程跟变化，反而延误了病情哈。今天就先谈到这边，我们下回见，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